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0月29日上午的9点59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还是看一下外围市场道指的表现啊，昨天道指出现了一个快速的2.59%的拉升，涨幅达到了828点啊。那这样的拉升呢，我们看到虽然是符合我们运行的规律啊，但是是一个超预期的拉升。那本轮行情呢，道指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了从高点36952出现开始，做出了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2轮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发生了一个周线级别的反弹，然后对称性的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之后，我们认为行情有周线级别向日线级别反弹的可能性。这里我们判断是周线级是一个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但是目前为止反弹已经做出了日线级别的反弹，日线级别反弹完成之后，我们昨天说到达了一个目标点位，就是32000点，这一点位呢是144均线和169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同时呢也是结构上波峰连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那昨天的上涨，昨天高达2.59%的上涨，突破了这一压力位啊，原因是美国公布了一个消息那个消费指数高于预期1/1000，那1/1000的涨幅呢，1/1000的高于预期呢，就引发了美股的快速上行。那么下周四还要公布 CPI 的数据我认为 CPI 数据如果不好的话，行情还要重新走下来这轮行情走到当前位置上，我认为还是一个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延续在消息层面上利好之后它的反弹的一个延续，虽然是出现了快速上涨，但是我们看到在当前位置上它突破了日线级别144和169，同时是一个我们看日线的144和169，同时呢也是结构性压力位。但是我们看到横向的周线级别上这个位置32900、33000点这个附近存在着横向的一个横向的这个筹码密集区，所以呢下周大概率可能会出现重新回到这个下跌趋势上来。那重新回到下跌趋势上来，势必会影响比特币的行情。那么比特币呢，目前走势呢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反弹，但它和美股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弱势。我们回到比特币上来。那么我们看到了，目前美股的反弹已经构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反弹它是一个超过日线级别的反弹多出了一根悟空阳线但是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上，当前的反弹时间级别仅仅为4小时级别。因此呢，我们判断比特币有可能发生反弹，但是它的反弹的时间级别是要弱于美股一个时间级别的。比如说道指最终的反弹时间结构出现了周线级别的反弹，那么我们认为比特币它的反弹力度仅仅是能够构成日线的。那么在行情走到这里面不断的验证了我们之前对本轮比特币反弹的一个观点。我之前是怎么说的呢？底部从3万点到17605形成第一波谷之后，这个第一波谷确立之后然后出现了第二波谷第三波谷。那么第一轮反弹的反弹幅度43%，第二轮反弹幅度23%。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反弹幅度已经到达了15%左右15%到16%，这个无所谓本轮反弹和本轮的连续3次反弹目标呢，目的呢都是对3万点到17605这个大型的缺口进行1、2、3次回补。回补之后呢，最终行情还是要回到18500美金19000美金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上，最终行情形成4次波谷之后发生下跌。那么这种结构呢，同上面的我们看到了去年上涨过程当中形成的4次波谷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它的第二次的波谷形成了
特别多的诱空，我们这轮行情呢是第3次的这个波谷的位置形成了特别多的诱空，但是行情走到这里面呢，似乎给了我们更多的希望啊，更多的希望，我们要学习研究这个结构。第3次波谷形成之后，它反复进行诱空，但是我们观察到了都是在围绕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区域上进行诱空，反复诱空之后，我们看到结构上它形成了非常窄的一个收敛结构。那么我们前面就说了，窄的收敛结构是酝酿多头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非常好的一个温床，所以呢，我们在前面行情分析当中给出了横有多长，竖有多高的反弹趋势一个反弹趋势。但行情走到这里，我们看到昨天美股出现了一个快速拉升2.59%的大涨，但是今天比特币仍然不为所动甚至在小时线和4小时线上没有冲破新高能不能出现新高呢？我认为是大概率会能够出现新高的，因为美股和比特币呢事实上存在联动现象只是比特币呢有的时候弱势一点那么我们看到了，周五晚间美股出现了大涨。那么今天是周六比特币大概率是休息一天，等待明天午后的行情或者明天早盘的行情比特币大概率会冲高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大概是在21500到22000点同时呢，我认为到达这个区域上存在了结构性的压力无论怎样呢，要开始埋伏空单了我们之前行情在底部，你说我19000美金，你不可能到达21500，不可能到达22000，到达的时候你有没有机会埋伏这个空单？你可能不敢去埋伏这个空单，但是事实上行情走到再往上一点的位置上确实是可以开始埋伏空单的一个位置这个大家不要质疑，因为结构上在这里摆着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了日线级别上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恰恰在22000点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压力。同时呢，我们看到随着行情继续上方1690均线在这里面对比特币也构成了一个压力。那么我们看到虽然有些强势币种比如说很多山寨币突破了这个压力上，但是对于比特币来说它的一个筹码特别这个盘子特别重，所以呢再次拉升的可能性就非常小了。所以呢，未来在行情压力位的附近上22000点附近就应该开始埋伏空单就应该开始布局空单。因为无论如何呢，本轮行情走到这里，我们仿照一下上面红色的这个结构从这个结构上来看，一旦形成4次波谷一旦形成4次波谷，行情必然发生跌落。那么我们看到它第3次波谷的形成之后同样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当然了，这个反弹幅度是比较大的，大概是50%左右。虽然出现了50%的反弹，但最终呢，第4次波谷形成了之后快速下杀。那么本轮行情类似的一点是当前行情第3次波谷已经形成。左侧交易呢，你慢慢去埋伏空单；右侧交易的话冲顶之后在下杀的过程当中埋伏空单，你也可以在第4次波谷形成之后去埋伏当然了，行情我们要辩证的看结构上来说，越接近焦点的位置就是越容易脱离当前这个大型黄色收敛三角形结构的位置，也就是变盘的位置。那么大概的时间，我认为是在11月中旬到12月初这块的时间，是容易发生下跌的一个时间到达18500到19000美金的一个时间。那么当前行情确确实实是一个反弹行情。那么我们作为空头该怎么办呢？我认为重点是你认清楚当前是一个熊市行情，找到好的位置。我给出的这个位置是相对来说好一些的位置毕竟呢还没有走出来。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分布式进场，尽量是布局3个仓位以上再考虑进场这个空单
那个对于多头来说呢，目前是一个反弹趋势啊，你耐心等待反弹趋势结束。什么叫反弹趋势结束呢？我们认为行情都是有结构的啊，大多数结构呢，我们看前面这个比较好的一轮反弹，大概是73%的反弹，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结构呢？形成收敛三角形，并且在形成收敛三角形的过程当中，我们看不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焦点的，直到你能看到收敛三角形的焦点的时候，行情往往是容易发生变盘的时间点。那么我们当前行情当中啊，目前出现的是一个4小时级别的反弹。在当前的反弹结构当中，我们通过划分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我们目前看不到这个焦点。看不到这个焦点，我们就认为反弹趋势正在进行，直到我们看到这个焦点之后啊，行情容易发生变盘。那么除了这个大型的结构之外啊，因为这个时间级别跨得非常长啊，这里面会酝酿很多这种小的结构，比如说这个白色的反弹结构，绿色的下跌结构，黄色的反弹结构啊，然后接下来的各种横盘结构，红色的这个红盘结构啊，所以呢，大型的结构是酝酿啊它震荡的一个基础框架啊。那么在当前行情当中啊，我们叫认清啊这个结构，目前4小时级别和小时线级别啊都处在一个上涨阶段啊，一个反弹阶段啊，耐心啊，对于空头来说，耐心等待它走完，观察到焦点附近之后。观察到焦点的时间点是我们开始布局空单的一个时间点啊。那么具体价格我们刚才给出来了啊，然后最终呢，比特币的一个目标点位啊，10500美金，我们在很长时间啊，大概是给了半年时间了啊，10500美金啊，也就是比特币最大的跌幅达到85%。然后我们看一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目前它处在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给出了它的一个目标点位，大概是在0.08啊，这个比值是0.08。我们看的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啊，到达0.08之后，我们给出比特币的一个目标点位啊，大概是在22000美金附近。22000美金乘以0.08啊，最终呢给出以太坊的目标点位大概是在1800美金。我们看一下以太坊本身的目前的一个趋势啊，目前呢行情在这里面啊确实是站上了一个均线啊，分别是144日均线。169日均线啊，这两条均线啊，同时呢都站上来了，同时呢它突破了箱体结构，也突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的一个结构。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啊，我相信它有可能走出一个日线级别上涨细游啊，最终到1700、1800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也是5月份横盘的这个一个筹码密集区啊，所以呢在当前行情当中啊，随着以太坊的拉升，要不断的布局以太坊的空单布局以太坊的空单我们看到最近以太坊走势还是相对比特币来说是强势一些的正常来说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涨幅，但是呢，我们要看到的一点是周线级别上它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八阶阴线，目前反弹突破了沙僧阴线的这个箱体结构但仍然处在这个八阶阴线的这个势力范围，所以呢，随着它的反弹，布局空单最终可能获得它趋势上的利润。我们给出它的一个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一个目标点位是1100美金，然后到达1100美金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弧形的波峰。这个弧形的波峰呢，依然会出现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平行的下跌。如果出现这种平行的下跌，最终行情我们给出的一个目标点位是260美金这是对于以太坊未来的空头趋势来说的。但是当前行情当中，它确实是正在反弹。那这个反弹比较强势，那空头呢暂时躲避，耐心等待它一个好的点位我估计是1600美金以上，你可以慢慢的布局空单我给出的建议是分布式进场，分3个仓位，每个仓位时间隔5天然后找到它的高点，或者是每200美金每反弹200美金布局一个仓位分3到5个仓位。然后最近行情出现了一个推特板块我们可以重点观察狗狗币。
重点去看一下狗狗币啊。狗狗币它是一个属于推特板块的，目前涨势也是非常好啊。从底部到这个最高点，我们看一下，已经上涨了60%啊，但是它已经站上了这个1690均线啊，已经站上1690均线之后，它的趋势仍然处于一个上行趋势，并且是一个急拉的行情。对于比特币恐高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 Mina。Mina 是一个轻钱包啊，轻钱包可能会在这个推特上啊去用啊，它的钱包大小只有20多 K 啊，是世界上最小的一个区块链钱包。同时呢，还可以观察重点这个考虑一下 Mask。MASK 啊，这是一个也和推特技术非常相关的一个币种啊，它也是和狗狗币一样站上1690均线，但是它的涨幅呢相对较少，同时呢它的趋势上比 Mina 还强势一些，目前涨了74%啊，从底部的这个位置涨了74%。那它的涨幅呢是在它已经跌了90%多以后啊出现了反弹啊，跌了95%。那我们之前说以太坊啊，以太坊最大的跌幅我认为是95%。那么对于它来说，我认为当前行情它的调整已经到位了，并且目前是一个上涨趋势啊，昨天就涨了20%多，今天有延续的一个现象，最终呢，我们可以考虑它有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预期啊，可能到达2.3、2.4美金附近啊。还有这个史币啊，柴犬这个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它目前走势还比较稳，同时我们看到144均线和1690均线出现粘合，粘合之后呢，它还有一定的趋势。还有一定的上涨动能，同时呢，我们看到它的这轮反弹呢是弱势于狗狗币的。那它和狗狗币呢，事实上是有联动现象啊。它目前最大涨幅30%啊，它和狗狗币呢是有联动现象。所以呢，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啊，成交量还没有开始放大啊，没有放大的情况下，还容易出现一轮上涨，至少呢，我认为它的最大涨幅呢，从低点到高点可能会在50%左右啊。你可以看到0.4014啊，看到这个位置。整体来说呢，这轮行情我认为是布局主流币空单的一个好的时间节点。为什么布局主流币空单呢？因为主流币它的反弹它的幅度有限啊，我们能够比较好的掌握到它的一个反弹的目标点位啊，可以算出来。但是对于现货来说特别是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推特系的推特板块的现货来说还是布局一下它的现货能够获得2方面的利润第一个是主流币方面，我们对未来有一个做空的预期，所以呢，在反弹过程当中布局它的空单布局它的合约。然后现货这方面，我认为推特系目前涨势非常好，正处于上涨行情当中所以呢，布局它的现货并不矛盾合约你做空，现货这轮反弹你也要做但是呢，你不能合约又做多又做空就是你要把握住一个趋势不能两头都占两头都占，做两头蛇必然被市场吞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淘宝网、当当网上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